回归到创作主体身上，我就开始想我是谁，我来自哪里，我想做什么，我想要表达什么。我是陈盈毅，而我现在主要专职创作都是以水墨为媒材，但是主要的媒材还会有很多不一样的颜料，像是后面的作品，它有不同的材质、光影或是质感，是我蛮喜欢的处理跟呈现这样。因为我大学是书画系，那书画系其实它是偏传统，有点像故宫里面的那些东西。那我自己是专攻水墨，因为我觉得画画来说对我还是最快乐的。那我那时候其实最喜欢画的就是山水，因为山水对我来说它是一个最没有限制形体的，它可以包覆我更多的想象，然后可以创造我自己的一个世界观跟桃花源。因为山水画对于古人来说啊，它是一个逃避官场、逃避现实的一个虚幻之地。早一点还有看《星际大战》，它那个世界观对我来说是很震撼，所以早一点的水墨其实有画很多比较虚幻宇宙的东西，所以其实看我到现在画面上，其实都还有一些流星的概念在里面。所以我就是在致力于，好，既然要走山水画，那我要怎么把这个山水画变成陈云毅这个人的山水画？一看到画面就想到是我，那我就开始研究了西方的。台湾就是一个东西很合并，然后很混杂、很多元的东西。那我就是加入到我自己对于创作的想象。我们年轻世代要有自己的创作观，然后自己的新的观察，形塑了大概2-3年吧，就开始连接到传统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我开始很意识到说，我喜欢的是这种东方古典的美学，然后我想要把那些气质留在我的画面中。这一件青之松，那这张作品其实当初在画的时候，其实我就是想要做一个松树的结构。其实一开始我觉得很酷的是，它的蓝色跟绿色部分是用喷漆做的，就是我怎么去把那个树干扭曲的感觉做出来，联想到山脉的感觉，所以最后它其实会有一个 S 型。对吧？我想要带领观者去做五青其实就是松、竹、梅、雪、月这几个东西，它可以形容高风亮节的感觉。我自己就是对这5个元素也刚好蛮喜欢的。我那时候想要做的是把太湖石融入在这五青里面。其实很多画家也都会画到太湖石，但是我就刻意把它完全是一个平面画，因为它上面有很多小洞洞。小洞洞透过去的东西，我们讲藏漏之间透出来的东西才是最好玩的。在金色的质感上也处理了蛮多细节，会随着不同的角度跟光线去浮现出来、消失。你必须要看了很久，然后不经意的瞥到它，又有新的发现。那近几年其实比较多做了很多不同的跨界联名。像手表啊、威士忌、女装、茶叶，其实这几个东西都蛮有趣的。因为在我们画画的时候，我们只能看得到平面，其实很难去想象说它变成实体或是立体的时候。那像手表那时候比较有趣的是，我必须要拿放大镜看着表盘，然后很仔细的去画。那像威士忌、茶，其实都是我蛮喜欢的。包装上，它会变得加上设计，它会变成说很不一样。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难得的经验。其实现阶段最大的困难就是，我一直想办法搞清留白是什么。对我来说，这件事情可能从我20出头的时候就有听过，老师说记白当黑。当我们填满一个东西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去看它的空白。当你连空白都看得懂的时候，那其实已经成大器。我到现在可能都还在追求这东西，相信20年之后，可能已经到达那个感觉的时候，在追求下一个东西的时候，我会蛮期待的。但是现阶段，我想要慢慢的把东西放少，多一点点想象空间，然后让那个白成为画面的必需品。